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来介绍用 SSH 来帮你建立跳板通道的这些功能。一些功能可以用来替代 VPN，甚至它比分还要更好用、更划算。我们会介绍的有 DashD， 这是帮你建立一个 SOCKS 的 proxy， 它在很多地方能够取代 VPN。另外 DashR 是建立通道，也可以帮助你存取一些比较难存取的服务，可以建立一个通道，让你的视窗程式能够通过远端的这个通道在你的机器上面显示。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 DashD， 它是用来建立一个 SOCKS v5 的 proxy。主要的指令是 -d 后面接一个数字，然后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port， 所以等一下我只要在我的这台机器上的软体设定 SOCKS v5 指向 localhost port 1337，它就能够透过远端这台电脑来连线。那远端的这台电脑是我在交大的电脑，所以我连进之后可以使用交大的服务，而不用去设定 VPN。那为什么不用 VPN 呢？我等一下会说明它的优缺点。那当然，同样的道理，你也可以连到国外的网站，然后就用当地的 IP， 比如说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澳洲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，可以用那边的 IP 来存取可能是有区域限制的一些服务。不过我们先试试看连到交大这里头去。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直接连进去，那这时候它的管道就建立了，有一个普通的 SS 的 session， 很像它连进去的样子。我的 Firefox 因为设定好了，它连到的是交大的机器，再去存取网络上的各种网页内容，所以在网络上的各个网站，他们判定的 IP 都会把它当成是在交大的 IP。我这边连进了 Where is my IP 的网站，你可以看到我的 IPv4 address 是交大的网域，因为我这边连到的是交大的机器，那如果我是连到的是别的国家的机器，它也会把我当成视为是那台机器的 IP。在 Firefox 里头，你只要在它的 setting 里头搜寻，就可以找到这个页面。那所以我在这个页面里头选择了手动的设定 localhost SOCKS v5 还有它的 port 1337。你在其他的软体，像是 Windows 本身也可以设定 proxy， 也是用一样的方法设定。其他像是一些手机、平板都有相对应的设定。刚才连进去之后，我们还是会看到命令列系统。那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要连到那台机器当做一个跳板，当做一个 proxy， 你可以加上大 N，F 是让它在背景执行，大 N 则是代表着不要有输入输出。你按下去之后呢，像我刚才如果在打开 Firefox 的时候呢，一样可以连过去使用。那另外可能也会问说，哦好，那如果我现在想要连的就是用国外的 IP，比方说前一阵子 Notebook LM 刚出的时候，也就是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语言模型的一个网站，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有美国的 IP 可以存取，只有在美国可以用。那时候利用这个跳板跳过去，你至少先试验一下，了解它的功能。那在国外没有机器怎么办呢？现在很多云端的服务都可以让你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开机器，而且你还可以选择在哪边开。就算是在美国好了，那 Google 的 GCP Google Cloud Platform 也可以让你选好多个地方，其他的服务也都是一样。有一些服务甚至可以让你免费的开一些比较弱一点的机器，像是 Amazon 和 Oracle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至少在过去或者某一段时间都有一些免费的机器，让你一直可以使用的免费机器。大部分的服务在你刚注册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些 credit， 让你可以先在那个额度里头使用。这个 SSH 的跳板机器可以开极少量的记忆体以及磁碟机以及 CPU， 它就可以跑了。如果你有一些网络服务，你有一些地方可以使用免费的机器，很可能它就已经可以使用。不过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连到串流服务，那还是建议先看清楚它的使用者条款，看看这样子有没有违反使用者条款。个别的一些串流服务上，它可能会挡住某一些云端的机器。就算是你没有免费的机器，你要用收费的，因为刚才说了，机器可以用最小的机器，所以它的收费也是非常非常低的。那很多云端就是算时间来收费，那你只要在你使用的那个时间把这个东西打开就好了。你不用像是一些 VPN 的服务，它就是给月费嘛，你用多也是给那些，用少也是给那些。那如果你用一个很小的机器，你甚至开1个月，可能是跟他收的费用，就是一般 VPN 服务可能跟他收的费用也差不了太多，更何况你还可以不用的时候把它关掉，你不用去担心说到了月底他就给你刷了一笔钱下去，然后又很难把它停掉。如果你懂怎么设定的话，至少你可以当做一个选项。这并不只是用 SSH 替代 VPN 的唯一好处，刚才讲的只是价钱或者是方便性这一类的。事实上还有一个好处是，
你可以不用把你所有的流量都从 VPN 那边过来。当然 VPN 你可以设定说，在某一些特定的网域，我才经由这个 VPN 连，其他的东西我还是照我原本的路线连。比方说我可以让它设定，就是我如果开 VPN， 我可以设定说连到交大网域的东西才用 VPN 去连，那其他的资源就不从 VPN。比如说我可能一边在下载一些 dataset 或者一些资源，可能只能用学术的网络连，但是我可能另外一边可能在看 YouTube 或 Netflix， 那这时候我就不需要用到那边再从交大那边连过去再拉回来，浪费那边的流量，而且甚至可能更慢一点。所以我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，我可能会希望有一些地方是用从交大那边连过来，从远端那边连过来，有一些东西是我这边直接连过去的。就像前面说 VPN 你也是有办法设成这样子的，只不过有一些设定其实还挺麻烦的。如果没有好好的设定好，其实或者是说你要绕过原先他们指定的设定，其实是挺麻烦的。可是如果我是用 SSH 连的话呢，特别是我现在用 Firefox， 它可以在 Firefox 里头自己设定，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的是，如果我想要用交大的身份去存取的资源，我就开 Firefox 去用它来连就行了。用其他的软体或者是用 Chrome 打开，那边就会用我这边直接的线路连过去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分隔了。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些 -L 或者 -R 这种套路，最常见大家可能用的就是8888 Jupyter Notebook 或者其他一些网页的一些导流过来，有可能你开了一些服务像是 Redis 或者 Triton 或者其他的一些 Surface， 它在一些 port 上面听到，那这些服务有可能是在 Docker 里头，有可能它已经 expose 到那台机器 localhost， 但是你都可以借由 SSH 连过去。我这边说明一下它的连法以及它的这参数的名称。它第一个8888指的是我这边要开的 port， 就有点像刚才的1337，但是呢后面这边 localhost 指的是我要以远端那个身份去连的时候呢，我要连到什么位置，所以它不见得一定要是 localhost。如果它是一个远端的网站，比如说交大的一个服务的网站，我这边就要打那边的网址，那我就会跳到远端的 DeepCat 这台交大里头的机器，然后呢从那边去连到这边指定的网址，然后把它的这个 port以这边来说是8888转指到我这边 localhost 的8888，所以我从我这边只要连到8888就可以连到远端的那台机器的 port， 而且是以 DeepCat 1的身份，也就交大里面的身份。那也许那台机器是在你那台远端机器里头的 Docker， 那 Docker 本身有 IP， 那你不想让它的那个服务绑定到 host 的 port， 所以它很可能只在那台就是 Docker 本身的那个 IP 上面又开那个 port， 我这边就可以打那个 Docker 里它的 IP。如果我在那台比如说 DeepCat 1里头，在它的 host 连到那个 port， 我这边就可以把那个 port 转到我这边来。所以还是简单的示范一下它的做法。我这边开了一个 Jupyter Lab， 那因为我这边是 SSH 连过去，它知道那边没有 browser， 直接跳出一个 W3M 它，但是我不需要用到点打，我直接连到我们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确就连进来，然后这边就是远端的那台机器。同样的 -L 你也可以搭配 -FN， 让它不要连进去里头，直接在背景执行。就如果是很常用的东西，你可以建立一些通道，可以一次很快的就执行很多通道，把它建立起来。另外你也可以写在你的 config 档里头，让它只要连过去它就固定建立那个通道。好的，另外一个是 remote port forwarding， 它是 -R， 一个是 -L， 一个 -R， 很像 left 跟 right， 不过其实它是 local 跟 remote 的意思。我有段时间一直以为它是 reverse， 它是什么作用？它基本上就反过来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也就是让 DeepCat 的8888可以吃到我这边 localhost 的8888。你可能会想这样子不是多此一举嘛？反正它的作用就只是转址嘛，那我换个方向连不就好了？它的状况比较像这样子，也就是你的 SSH server 只有一台，那我比如说像我这台，它只是一个单纯的 local 的机器，那对方就不能够连过来用到刚才的 -L， 所以只能我用这边连过去，然后用我的 -R， 所以我可以在我这台甚至连 SSH server 都没有的东西，我可以这边开一个简单的服务，比如说我开一个 PostgreSQL 的资料库，然后呢就在远端那边开一个 port， 像这边来说是8888了，那我这边开一个 port， 然后可以让外部的一些其他的电脑连到那台电脑来存取它的资料库，但其实是连到我这台机器来存取，然后随时可以替换掉那个地方。当时我这边断掉了之后，换一台机器，我可以瞬间置换它的资料库了。好，另外一个
常用的东西是 Dash X， 比如说我连到 Ad One， 这边会跑出一个小小的视窗程式，这是在远端的程式，只不过是在我的 local 这边显示的。那 Xeyes 是我常常在用的，因为它很小。另外一个常用的是 S Logo， 但是我自己很少用。X Logo 就是 logo 而已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 X， 我们要怎么编的。那比起来，不如就用 Xeyes， 还是比较可爱一点。当然，你还可以用 Xedit 或者 Xturn， 我以前常常用，但是 Xturn 还是比较肥一点点，而且很多机器现在也都没有装了。那 Xedit 稍微复杂一点点，看起来比较像回事。你可以跑更复杂的东西，像是 console， 那我这边有一个 Terminal Emulator console 在远端这边也跑起来了，甚至你可以跑 Firefox。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软体跑起来的时候，它会发现错误。如果是这一类的，然后看起来有点像这样子的，这一类你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，它是没有找到这个档案。我们再试一下看看，这时候 Firefox 就打开，但是这边的 Firefox 是远端的 Firefox。那另外一些有的时候是可以用 Dash Y 解决，因为这跟你的 X 的还有 SSH 的一些设定有关系。最后我们要讲的是 Dash T 这个东西。如果我连到这边，然后我想要直接跑 Tmux， 不要进入，直接连到 Tmux attach 到我原本的一些服务，这时候会失败，因为它这边没有 terminal。所以呢，我可以 Dash T 让它有一个 terminal， 然后连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连到我原本可能正在使用的一个 Tmux 的 session， 就等于实质上有一个可以移动不断线的 SSH 的连线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。